想了解整个宇宙吗？接下来我将用3期长视频的时间，带你先了解宇宙中和我们最有关的天体——行星。从炽热到能融化岩石的熔岩行星，到孤独游荡在星际间的流浪行星；从比地球更大、更可能孕育生命的超级地球，到体积庞大却没有固体表面的气态巨行星；从远在太阳系边缘、覆盖着甲烷冰雪的冥王星，到拥有钻石雨的天王星，甚至还有紧贴恒星、昼夜温差上千度的热木星。行星是恒星的伴侣，是银河的孩子，更是宇宙为生命搭建的舞台。它们形态各异，有的温柔熟悉，有的荒凉致命，而它们共同揭示的是宇宙创造力的极致多样。那么，行星究竟有哪些类型？它们是如何形成的？什么样的行星适合人类居住？在这些世界中，是否存在另一种生命的可能？欢迎来到天文扫盲之探索宇宙第1期行星篇。那么，什么是行星呢？根据国际天文学联合会 IU 的定义，行星需满足以下条件：1. 绕恒星公转；2. 质量足够形成近圆球体；3. 通过引力清除轨道附近的天体。即行星是指绕恒星运行，质量足以使自身因引力达到近球形，并且在其轨道附近清除了其他竞争性天体的天体。那么，行星是如何形成的？行星的故事得先从恒星开始讲起。宇宙的建材是气体和尘埃，它们大部分都是氢和氦，混杂着微量的碳、硅、铁等元素。这些元素漂浮在星际空间中，形成巨大的分子云。当某些区域因为重力塌缩而开始聚集物质时，恒星就会诞生。新生的恒星周围并不空旷，而是被一圈旋转的物质盘环绕，这个盘叫做原行星盘。盘子的主要成分是氢和氦组成的气体，夹杂着由硅酸盐、冰、金属组成的尘埃颗粒。尘埃粒子只有微米大小，但它们正是未来行星的种子。原行星盘里的尘埃粒子不断碰撞，如果速度过快，它们会互相弹开；但如果速度较慢，就会粘在一起，逐渐形成更大的团块。这种过程被称为年节生长。一开始是微米级别的尘埃，慢慢聚合成毫米、厘米大小的鹅卵石，这是行星形成的第一步。当颗粒长到几公里大小，就会变成所谓的微行星。这个阶段是行星形成的关键转折点，因为物体一旦够大，重力就开始发挥作用了。小的颗粒靠粘性结合，而大的天体可以通过重力吸引周围的物质，这会让微行星不断吞噬邻近的颗粒，越来越大。数百万年后，原行星盘中就会出现一批领头羊，它们就是直径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的原行星胚胎。你可以把这一步想象成一群雪球在雪地里滚动，越滚越大，最终大到足以成为种子行星。最后行星完全体的形成会有2条不同的道路，这取决于它们在原行星盘中的位置。内盘一般为类地行星的诞生，因为靠近恒星的区域温度很高，这里的冰会直接蒸发，能够存在的主要是金属和硅酸盐颗粒，因此在恒星附近形成的行星以岩石为主，就像地球、火星、金星和水星，它们都被称为类地行星。而外盘就主要形成气态巨行星和冰巨行星。在离恒星更远的地方，温度低到足以让水、氨、甲烷等物质凝结成冰。冰的质量虽然轻，但数量极多，因此外盘的微行星可以快速积累大量物质，形成数倍地球质量的核心。当核心足够大时，它的重力会吸引周围的氢和氦气体，形成庞大的大气层。这就是气态巨行星的诞生方式，比如木星和土星。在稍微远一点的区域形成的则是冰巨行星，比如天王星和海王星。它们的核心富含冰和岩石，但包裹的气体比木星少，因此体积和质量相对较小。随着行星逐渐形成并长大，它们开始清理自己轨道上的物质。小行星和微行星要么被吞并，要么被甩到更远的地方。这就是为什么成熟的行星之间通常隔着大片相对空旷的空间。然而类地行星的形成大约需要几千万年到上亿年。气态巨行星必须在原行星盘的气体消失之前完成核心形成，否则就吸不到足够的氢氦气体，
这个过程也通常需要几百万年。过去20多年，人类已经发现了超过5500颗系外行星，它们展现出丰富多样的世界，有比木星还大的热木星，离恒星极近，表面温度超过上千度；有比地球大几倍的超级地球，可能有浓厚大气和深邃海洋。甚至有些行星完全不绕恒星运行，而是在星际空间孤独漂流，被称为流浪行星。这些发现不仅验证了行星形成的理论，也让我们看到宇宙的丰富多彩。而它们也因为各自特点的不同，被分成不同种类的行星。具体有哪些种类，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。